你有没有跟风买过一些家电？买之前听着商家吹捧它的功能有多强大，效果有多好，又看各路网红都在强推，于是忍不住下手。买回来之后用了几次就发现不对劲，觉得自己被忽悠了。就比如下面这5样家电，每一个都曾风靡一时，但如今个个都沦为笑柄，不是成为鸡肋产品，就是被闲置在角落里积灰了。快来看看你家有几样。01空气炸锅。那年的空气炸锅真的可以用爆火来形容。一句无油炸更健康的宣传语，让无数健身人士、爱美人士、宝妈等为之闭眼下单。但是它真的好用吗？事实上，空气炸锅买回来以后，在新鲜感的驱使下，会用上3、5次，之后就很少再用了，甚至会被彻底闲置了。还有不少人把它挂在二手平台，不过也是鲜有人问。空气炸锅最大的优点就是无油，但是所谓的无油，并不是完全的杜绝食用油，而是和油炸相比，空气炸锅只是使用少量的油刷在食物的表面，虽然油少了、健康了，但却牺牲了油炸食物的口感，这对吃货来说是不能接受的。另外，用空气炸锅做食物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缺点，花费的时间太长。烤鸡翅要半小时，烤薯条要半小时，烤红薯差不多要1个小时才能熟，而且中途还要来回翻面。但凡没把握好时间，要么烤糊了，要么就是不熟，需要2次回锅，总之就是不方便。02豆浆机。豆浆机在当年也是风靡一时，但是现在用它的家庭越来越少了，主要是因为它太坑人了。工作声音大，用过豆浆机的人都知道，它的工作声音真的太大了，大到早上可以吵醒楼上楼下的人，更不用说自己家里还在睡觉的人了。如果你早上5、6点用它打豆浆，不光自己家人有意见，还有很大可能会被邻居投诉扰民。难清洗。豆浆机内部的刀片是没法完全拆卸下来的，也不好把手伸进去擦洗，不小心就会被划伤，所以豆浆机内部很难被彻底清洗干净，每次只能用热水冲刷几次，时间久了肯定会有机构滋生细菌。时间长打豆浆真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有些机器需要提前泡发豆子，即使不用提前泡豆子，打豆浆的整个过程也要20至30分钟左右，太耗时间了。对于打工人来说，早上的时间很宝贵，有打豆浆的功夫不如多睡会。早餐店的现磨豆浆也就2块钱一杯，多方便。03顶侧双吸油烟机。这类油烟机在宣传时就说自己是顶吸加侧吸双系统同时排烟，排烟效果更好，不跑一丝油烟。听上去好像没毛病，但用过之后才知道这个宣传多坑人。顶侧双吸油烟机确实是2套系统同时工作，这是它的优点，但同时也是它的缺点。正因为是2套系统，所以导致油烟不知道往哪里跑，根本吸不干净。另外，它的2套系统工作时的噪音也很大，厨房做饭时，即使关上厨房移门、卧室房门，在卧室也能听到它的大动静，真的很吵人。也许是因为双系统的造价成本比较高吧，这类油烟机的价格也普遍较高，所以买油烟机要么选顶吸，要么侧吸，就是不要顶侧双吸，不然你会后悔的。04洗烘一体机。洗衣机已经是家家户户必备的家用电器了，但是独立式烘干机还没有完全普及。烘干机的价格高，烘干时长比较长，又费电，还占空间，这确实是它的缺点。所以很多人就会选择一台洗烘一体机，想着这样既能洗衣还能烘干。价格虽然比洗衣机贵，但是肯定比洗烘套装要便宜。但是洗烘一体机的实际使用效果却差强人意，最大的缺点还是在烘干效果上。它并不能像独立式烘干机那样做到烘干后可以直接穿上身的效果，洗烘一体机烘干的衣服还带有潮湿感，需要再次晾晒。另外，它烘干后的衣服褶皱也会比较多，需要熨烫，这些效果都远不及洗烘套装。当洗烘一体机的实际效果达不到洗烘套装的时候，那它也逐渐被大家嫌弃。05薄饼机。网红薄饼机的宣传真的太吸引人了，1分钟准备面糊，3分钟就能吃到软软香香的薄饼。对于喜欢吃饼的人来说，真的太好了。不管是早上配一杯牛奶做早餐，还是卷上菜酱，都非常美味。听上去是不是很诱人？但现实却并非如此，因为它的成功率实在是太低了。对于厨房小白来说，面糊的浓稠程度真的很难把握，面糊稀了就粘不上，稠了就会一大坨，总之就是很难成功。另外，可能是因为薄饼机大部分材料都是塑料的，所以工作的时候会有一股塑料味，让人很没食欲。以上这5样电器，你有没有买过？买过的人估计很多都后悔了吧？从被吹捧上天到沦为笑柄，只有用过以后才知道，真的一点也没冤枉他们。做了20年的装修，总结出9个不值得花钱太多的地方。地面，不管你是铺地砖还是铺木地板，都没必要去选那么贵的瓷砖，这东西也不涉及环保问题，主要花纹和颜色选对了，你买几十元和几百元一片的，铺在地上效果也没啥区别，用个10几20年你也踩不坏。木地板也是一样，
动辄几百一平的实木地板，价格贵不说，还难保养。100-200元的实木复合地板就挺好，既有实木的质感，稳定性还好，而且价格也划算。2. 吊顶。客餐厅想吊顶的话，做一圈双眼皮就挺好看的，既简洁又大方，而且还不会影响层高。更关键的是成本造价低，工期还短。关于厨卫吊顶，建议还是用传统的铝扣板，易清洁还方便检修，选择纯色无花纹的，效果也不差。预算高也可以选择蜂窝大板，但是真心不建议用石膏板，再好的石膏板也避免不了清洁难、易发黄的问题。3. 墙面不建议做太复杂的造型，容易过时还不好清洁，就用乳胶漆，选个比较流行的颜色，比如奶咖、太空漫步、杏子灰、伦敦雾等，既高级又耐看。尽量不要用壁纸壁布，价格贵，污染物还容易超标。另外，容易翘边还易过时。曾经大火的微水泥和硅藻泥也不值得投入，优点就是贵，微水泥不耐擦洗，硅藻泥也不过是甲醛的搬运工，都是噱头大于实用。4. 推拉门。厨房和阳台的推拉门没必要选吊轨门，价格贵是一方面，更重要的是对承重和安装要求都比较高，时间一长有下坠变形的安全隐患。从长久的实用性角度来看，不如地轨门安全和稳定性高。当然，地轨门不要选传统的凹凸槽轨道的，容易藏污纳垢，不好清洁，可以用极简铜条轨道。5. 家具。茶几和餐桌不建议选岩板材质的，虽然它的硬度很高，但是它特别脆，尤其是拿来当茶几和餐桌的台面，但凡是坚硬点的东西磕碰在上面就是一个豁口，当然力度再大一点还有可能直接断裂，所以不想买回家还得当大爷伺候，还是选木质的茶几和餐桌比较省心。6. 灯具。不要去买造型过于复杂的灯具，比如水晶吊灯、复古式的开口灯、网红分子灯，积灰严重还招小飞虫，等你搞卫生的时候会累到让你怀疑人生。记住，灯具的主要作用是照明，别整那些花里胡哨的造型，有那钱不如花在极简造型的吸顶灯上面，简约大气，既实用又不过时。7. 卫浴。浴柜岩板台盆不值得投入，它除了颜值高，其他全是缺点，溅水、藏污纳垢不说，还容易掉底。还是选陶瓷一体盆，性价比最高，它是经过几十年磨练比较成熟的材质了，既没有卫生死角，也不溅水，易清洁使用也方便。马桶不建议做壁挂式的，价格贵，款式少不说，冲水噪音大，漏水还不好维修，唯一的优点就是不落地，卫生好清洁。8. 指纹锁。现在的智能门锁基本都是 C 级锁芯了，所以安全方面根本不用担心。咱们安装智能锁的目的就是图方便，出门省去忘带钥匙的烦恼，所以没必要买那么贵的，只要具备刷卡、密码加指纹解锁就行了。其他像什么 APP 远程解锁、花里胡哨的那些功能，很多时候根本用不上，没必要去交那个智商税。9. 家用电器。有些刚需电器也没必要买太贵的，选基础款够用就行，比如说电视机基本都很少看了，买回家大多是个摆设，所以买个大尺寸的基本款就够用。还有净水设备，不要去追求款式和品牌，净水器这东西只要滤芯一样，过滤出来的水质没区别，微波炉也是一样，说白了就是拿来热热菜，功能再多你也用不上，300-400块的入门款就够用了。有一说一，虽然勤俭节约是一种美德，但是如果无休止的在家里囤积各种用不到的东西，这也不舍得扔，那也不舍得丢，到头来只会换来杂乱无章和惨不忍睹的生活环境。此外，家里环境总是乱糟糟的，不仅会影响运势，而且还会使人心情烦躁，头脑混乱。这一期小东就结合网友们的真实反馈以及生活体验，给大家总结出6样中国家庭积攒最多却很少用到的东西，建议尽早做断舍离处理。1. 各种塑料袋、购物袋。要我说，生活中最该断舍离的就是囤积最多且很少用到的各种袋子。很多家庭根本意识不到物品过剩带来的危害，无论是商场的购物袋还是超市的塑料袋，大大小小几百个塞在厨房或柜子的各个角落，1年半载的用不上几个。长期囤积这些没用的袋子，占地方显家里杂乱不说，关键是时间一长还会生虫子、招蟑螂，带来卫生环境差以及健康问题。网友反馈香菜花花，我家的购物袋基本都不舍得扔，特别是质量还不错、颜值高的，总觉得哪天会派上用场，但事实上却很少用到。这3大袋购物袋积攒了3年，搬家那天还是全部扔掉了。网友IDII是妈妈奉劝各位姐妹，袋子可以留，但一定要适度，
给自己一个度线，比如可以学我家，装满这个网兜，剩下的就不要留了。毕竟一个干净整洁的家才能留出更多装快乐的地方。2. 过期的药品、保健品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现代人也开始越来越重视身体的保养，所以多数家庭都会囤积一些钙片、鱼油之类的保健品，林林总总加起来可能会有20-30种，每天不可能按时全部吃一遍，最后便囤积在家里过期。还有生病问诊时，在医院带来没吃完的药，大概是觉得自己病情好转就不再吃了，但是却舍不得丢，想留着也许以后可以吃。我劝你别这么做，是时候该整理丢弃了。因为不管是药品还是保健品都有保存期限，过期药品会有什么害处真的说不准。网友反馈房姐医妹，国人都有在家囤药的习惯，特别有小孩和老人的家庭，常用药更是家中必备。但是这就存在药品大量过期的问题，不小心服用危害极大，建议务必要做定期检查，过期的尽快投放带家附近的药品回收箱。3. 各种空罐子、空杯子。我真的不能理解，要说老一辈人喜欢攒东西，但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有囤积东西的癖好，什么咖啡罐、果酱瓶、罐头瓶等等，甚至喝完的饮料瓶都不舍得丢。如今的房价这么高，厨房的橱柜空间本来就很有限，你就忍心用来放空罐子吗？而且这些瓶瓶罐罐本身不会过期，但是没洗干净会残留一些味道，会有卫生疑虑。如果不幸招来蚂蚁和小强，那更是给自己添堵。因此建议没有用到的空罐子尽量丢掉，省空间又卫生。网友丫丫的小辣妈，之前空的瓶瓶罐罐都舍不得扔，总想着可以改造一下用起来，结果就是家里的东西越堆越多，越多越乱。事实证明，攒这些空的瓶瓶罐罐真的没啥用，因为你真正需要的时候，要么想不起来，要么就是想起来了，也会嫌弃这儿不好看，那儿不统一，转而去买专门的收纳盒、储物瓶。所以不要犹豫，建议随用随丢。4. 旧衣服、旧鞋子。人的生活离不开衣食住行，所以家里有一些旧衣服、旧鞋也能理解。但我想说的是，这些旧的没用的东西还是及时处理掉为好。这些旧的衣服，不管是因为过时淘汰了也好，还是因为破损变形了也罢，如果你确定以后不会再穿了，就不要再留了，因为放在衣橱里大概率也只是吃灰占地方，而且每次换季需要整理了还会徒增负担。破损磨坏了的旧鞋子也是一样，再穿的话不仅不舒服，还会影响个人形象。网友反馈捡露珠的翟老师，每次整理衣柜看见这些穿1-2次就不想要了的旧衣服，真的头疼，丢又舍不得，穿又不合身。劝大家真的不要乱买衣服。网友年少不知轻狂，多年不穿的旧鞋建议尽快扔掉，放在家里味道又大又占地方，特别是磨损变形或是氧化严重的，就别想着卖二手了，卖给人家也会招嫌弃，退来换去的也麻烦。8成新不舍得扔的，可以找上门二手回收的。5. 快递箱子、包装盒。除非你是有钱人家，可以有一面墙的大柜子用于收纳这种精美的包装盒，否则的话奉劝你就不要留了，因为这些纸质的包装盒放久了一定会积灰变脏，脏了又无法清洗，如果是南方潮湿天还容易发霉。其次，这类包装盒一般尺寸还不统一，会浪费特别大的收纳空间。另外，即使用来当收纳盒，还需要分门别类的贴上标签，不然很不好找。此外，还有各种大小不一的快递箱子，又脏又占地方，而且还不值钱，攒了一大堆，可能只够买2根雪糕的。网友我是小米粒，有没有和我一样的姐妹，平时就喜欢囤积包装盒、纸袋啥的，放在家里又用不上，又占空间，又舍不得丢，每次打扫家务、整理房间都给自己累个半死，真不知道图个啥。网友兰兰姐，听我说，真的不要囤废纸盒了，我家积攒了大半年，堆了小半个房间的废纸盒，花了1个多小时整理时间，上下楼跑了6-7趟，卖废品才卖了34块钱。听到收破烂大爷报完收购价，真是吐血。听句劝，不要懒，快递盒在驿站就给它扔了。6. 一次性餐具。现如今点外卖已经成为很多年轻人的生活方式，我家也不例外。毕竟比起亲自做饭更加方便省事，而且吃完饭省去了洗碗的烦恼。但是每次吃外卖时，商家基本都会赠送一些一次性餐具，我和爱人也是比较节俭的人，看到没开封的理所当然的留了下来，不知不觉中囤了一大堆一次性餐具，越囤越多。可是你会发现日后能用到它们的时候真的不多，毕竟家里都有碗筷，总不能在家也用一次性餐具吧。而且商家为了节省成本，附赠的都是均价几分钱的廉价餐具，
放久了再用也不卫生，建议大家没用的及时丢掉，或者点外卖时干脆选择不需要餐具，让生活更环保。网友上岸小女孩不知不觉竟然攒了这么多一次性餐具，每觉得扔掉浪费，但真心没用，装满2大袋后，最终还是丢掉了。建议大家点外卖回家吃的，就选不要餐具，放在家里不会用，占空间不说，质量不好的还有害身体健康。一个干净整洁的家，才能让人觉得踏实舒心。而且现在的房子都寸土寸金，就别去浪费空间，去囤积一些不会用到，最后迟早要被你丢掉的东西了。以上这6样中国家庭最该断舍离的东西，你家有没有中招？新房装修，多数家庭都会把自家的阳台封起来，而其中很多年轻人会选择落地窗的形式，除了颜值高，还有采光性好、视野通透等优势。但是我发现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人装修不愿意封阳台了，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？本期小东就结合自身的经验以及身边亲朋好友的体验，来给大家说一说封阳台的利与弊，也给还未装修的朋友一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。1. 为什么封阳台会让无数人向往？分析存在以下4个优势。1. 卫生好打理。不封阳台虽说能保证室内和外界的互通，随时享受室外新鲜的空气，但开场式的设计相当于是直接裸露在外的小广场，天气好的时候没啥问题，如果一旦遇到刮风下雨天，那就会秒变灾难现场。像我们东北这边有点灰尘和雨水还好，如果是冬天下雪结冰，那真的是太难清理了，势必会让阳台的卫生情况变得很糟糕，而且还很难清理。如果封起来，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了。封闭的空间，灰尘减少了不说，打扫卫生也省心。2. 安全性高。如果是住在低楼层的住宅，不封阳台还好，但如果是高楼层住户，特别是家里有小孩、养宠物的家庭，不封阳台的话，一定会整天提心吊胆的。因为一旦小孩子或宠物不小心跑到阳台上去玩耍，势必会有一定的危险性。因此，出于安全性的考虑，不如干脆封上它。而且，封上阳台后，还能杜绝高空坠物导致的意外伤害，无形中又多了一份保险。3. 节能性好。这一点毋庸置疑，封上阳台的话，室内可以更好的保暖，同时也增加了隔音效果。如果不封阳台，客厅不管是夏天开空调还是冬天开地暖，都会受到外边天气的影响，导致非常浪费能耗。封上阳台的话，相当于给室内的门窗增加一道屏障，不仅能增加保暖性，同时还能有效的隔绝外边带来的噪音，不至于增加不必要的能耗。4. 提高空间利用。对于大城市居高不下的房价来说，家里的每一块面积用寸土寸金来形容也不为过，5平米也好，8平米也罢，与其说让它在外面风吹日晒的变成了浪费，倒不如封起来。不管是改造成生活阳台还是休闲区，都能大大的提升它的利用率。如果是生活阳台，养点花花草草，平时晾晒衣物，也不担心被阳台暴晒或雨水打湿。打造成功能区，比如说健身区、茶室也很不错。休闲时一边沐浴阳光，一边看书喝茶，相当惬意。小杰，看到这儿，你是不是也觉得装修时还是封上阳台比较实用的？但这一切的美好的常见，都是建立在3分产品7分安装的前提下。如果安装出现了问题，后期就会出现漏风漏雨的安全隐患。尤其采用落地窗封阳台，也会存在一些让人难以接受的弊端。2. 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封阳台了？落地窗封阳台的3大弊端。1. 成本造价高。目前封阳台材料普遍用的都是断桥铝门窗，虽然比传统的塑钢窗在保温、隔热性方面性能更好，但同时成本造价也高出不少。像我家亲戚100平的新房，基础装修8万就搞定了，但封阳台这一项却花了小2万块。用他的话说，装修哪都可以省，但落地窗是真不敢买便宜的，怕不安全啊。众所周知，大型落地窗封阳台之所以成本造价高，不仅是因为材料本身贵，还会涉及到安装和运输的费用。比如说，大玻璃落地窗一般住宅的电梯是进不去的，如果是高层住宅，只能采用吊装形式。其次，楼层越高，对于落地窗的抗风压性要求越高，所以包括窗户的型材、玻璃的厚度都要有所增加，价格也就自然水涨船高了。2. 封阳台存在的隐患。落地窗封阳台虽美，但安装落地窗存在的隐患也不可忽视。第一，承重问题。为啥很多新小区物业不允许业主私自封阳台？就是担心后期有安全隐患。因为都知道阳台封窗会增加阳台的承重，第二会破坏阳台原有结构，
想封阳台，就要拆除阳台原有护栏，如果凹槽回填不到位，后期就会出现积水渗水的情况。第三，安装问题。安装门窗一般会用到发泡胶固定、密封胶填缝，如果胶的质量不好，或者安装不到位，都会导致出现漏风漏雨的情况，而且时间一久，甚至还会出现门窗晃动的情况，那就太不安全了。三、落地窗的弊端。再来说一下大玻璃落地窗自身的弊端。首先，落地窗面积越大越不安全，因为大玻璃会有自爆率的风险，即使概率只有3%，也是有危险的。其次，大玻璃落地窗会影响室内的通风，因为结构问题，开窗位置受限，这也导致原本通风很好的户型，瞬间变成了通风不畅的场所。另外，落地窗清洁难度也大，大玻璃风吹日晒的，几天不擦就会变得脏兮兮的，因为落地窗的玻璃面太大，即使借助工具也能难擦干净。三、文墨结语。总结一下，落地窗封阳台虽说有一定的优势，但反观弊端也很明显，比如成本造价高，有一定的安全隐患，安装不到位，后期还要漏风漏雨的风险，所以才导致很多年轻人不愿意选择落地窗封阳台了。像我接触到的很多朋友，因为有了前车之鉴，在2次装修时也果断放弃了封阳台这种装修方式。用他们的话说，与其花高价封阳台还会带来隐患，还不如在阳台与客厅之间安装推拉门来的实用，让阳台真正独立出来，不仅可以随心所欲的养花种草，还能随时随地享受大自然的阳光和通风。更关键的是，不封阳台还会节省很大一笔装修开支，把它投入在能提升生活幸福感的电器上嘛，岂不是更香？的确如此，在小东看来，不管是哪种装修方式，本质上都要满足实用性。落地窗封阳台虽然好看，但并不能带来杠硬的质量。如果是你，还会选择这种方式封阳台吗？家庭装修中，其实很多装修材料都适合网购，不需要东奔西跑的去建材市场亲自挑选，省时省力还省钱。一、开关插座。家庭用量很大，举例100至120平方的房子，大概需要50至60组，日常使用频率很高，所以品质、安全、耐用是选购的关键。目前很多业主都选择线上购买，倒不是因为能省多少钱，主要是线下实体店商家鱼龙混杂，真品还是贴牌货，让人难辨真假。选择线上购买最大的优势就是省时省力，不需要再东奔西跑去建材市场亲自挑选，而且价格透明，明码标价，不担心被坑。其次，线上认准官方旗舰店，还能保障买到正品。小东建议考虑线上购买的朋友，记得在水电改完后，马上就要让水电工给你记好你家的开关插座数量、型号等，具体什么双开、双控、一开无孔等，看不懂没关系，把清单直接发给客服，一站式配齐发货，保证专业。另外，开关插座涉及到家里的用电安全，建议一定要选择品牌的，全屋算下来比你买杂牌贵不了几百块钱，起码质量和售后都有保障。预算充足，施耐德、ABB、松下等国际大牌随便选，追求性价比，可以选择德力西、正泰、飞雕等国产老品牌，价格实惠，品质靠谱。二、灯具。全网都在说灯具是暴利行业，出厂价几百块钱的灯具，在线下加上卖家的场地费、人工费、运费，到你手里就变好几千了。其次，线下选购还有买到劣质品的风险，很多不良商家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，产品以次充好，即便是同样款式，但是不同厂家、不同产地，质量不同的话，成本相差几倍，内行人都不好辨别。所以灯具特别适合网购，线上款式多，价格便宜，样式还好。而且目前线上灯具品牌售后安装相对完善，大部分都承担送货上门、破损包赔、包安装服务。小东建议考虑线上购买灯具，建议选择广东中山产地，这个地方是全国知名的灯饰之都，质量靠谱，价格低。另外，灯具属于通电产品，安全性要放在首位，一定要认准有3C 认证安全标识的。其次，还要注意是否有护眼、防频闪功能，我们可以用手机拍照功能测试一下，没有一闪一闪的就没问题。还有，建议主要照明灯饰尽量选择大品牌的，比如欧普、雷士、飞利浦、松下等，质量有保障，避免安全隐患。三、窗帘。窗帘这个行业也是比较暴利，但赚钱的利润最大的部分并不在面料上，贵在所谓的款式设计，还有辅料配件以及人工安装上。所以线下选择性价比不高，价格贵不说，难免有被坑的风险。
你以为报价是全部总价，等到结账时才发现只是个零头。现在很多人不知道，窗帘虽说是定制品，但其实同样适合网购，而且从选布料到邮寄小样、上门量尺、发货安装一套服务体系都非常完善。小东建议，窗帘不是贴身衣物，只要选对材质和遮光度即可。线上认准浙江绍兴产地，这里是全国最大的窗帘市场，价格低，款式多，质量有保障。其次，一般家庭就选择款式简洁的涤纶材质，选择纯色更好搭配墙地面及家具。另外，窗幔、流苏还有拼色等之类的装饰，能不要就不要。4. 卫浴产品，卫浴产品是每个家庭不可缺少的主材之一，包括马桶、浴盆、花洒、龙头、地漏等。不是说不能在线下买，只是性价比不高。这类产品同理和灯具一样，门店的综合费用较高。选择卫浴大品牌，普遍比线下便宜30%，认准官方旗舰店，质量也有保障，而且包上门安装，全国统一售后，也不担心售后，一般商家都有运损险。另外，大家都知道，广东潮州是中国瓷都，陶瓷卫浴洁具产量在国内顶起半边天，因此也是很多大牌代工厂的所在地。所以也存在很多贴牌产品，线下选择有可能花了大价钱买了假冒伪劣产品，就得不偿失了。小东建议选择卫浴产品不要盲目追求进口品牌，国产卫浴产品技术已经很成熟了。马桶选恒洁，五金选九牧，陶瓷品选惠达，这3个品牌堪称国货之光。总结一下，普通家庭买完房就已经负担很大了，在装修时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，所以网购一些装修材料，省钱的同时还能买到好产品，绝对是个不错的选择。现在新房装修，家家户户都会安装取暖设备，目的是为了温暖的度过冬天。说到取暖方式，目前有很多种形式，不管是空调也好，暖气片也罢，都是不错的选择。当然，要说舒适性最好的，还得是地采暖。地暖的优势在于热量分布合理且均匀，从脚到头让温度逐渐散开，舒适性极佳，可以说在近些年获得众多家庭的青睐。而且地暖管是隐藏铺设在地下，更节省空间，装修美观性也高，对于家具的摆放和布局也不受任何影响，因此也一度成为很多大宅和别墅住户的标配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现在装修选择铺设地暖的业主越来越少了，甚至装过地暖的家庭都后悔了，很少建议别人装。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？那曾经红极一时的地暖，为何如今会跌下神坛，失宠了呢？在我看来，原因也很简单。虽说地暖舒适性高，但这种取暖方式的弊端也有很多。如果你家也打算装修铺设地暖的话，不妨先了解一下地暖的这些缺点再决定。1. 温度高，对木质家具损伤大。地暖的温度高既是它的优点，同时也是它的缺点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咱们都知道，现在家庭装修一般都是以木质家具为主，但如果地暖温度太高，势必会对木质家具造成一定的损伤，也就是说，普遍会出现开裂变形的现象。不相信的话，来听听来自河南网友小树的分享。北方就不配用实木家居，本来柜子就一条小缝，地暖开了之后，开裂加速，裂得快塞进去手指头了。昨天又发现实木餐桌也裂了。还有网友落叶反馈，家里开了地暖后，发现很多块地板边缘翘起，有的甚至断裂了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综上所述，大家也不难发现，这也是很多家庭开始嫌弃地暖的原因之一。2. 占层高，对低矮户型不友好。家里如果铺设地暖，对房子的高度会有一定的影响，这是躲不掉的硬伤。因为地暖自身的管材就有一定的厚度，铺设在地面上之后，还需要砂浆、混凝土回填、找平地面，所以整个施工完工后，就会降低整个房间的高度，至少要牺牲掉8至10公分的层高。要是层高在2.8米以上的住宅，可能影响还不大。但如果是低矮户型，在安装地暖后，整个房间的净层高可能不足2.5米，后期的居住体验会很压抑。3. 后期维修维护麻烦。虽说地暖的管道是铺设在地下，相对出现破损，需要维修的概率小，但凡事没有绝对，一旦出现问题，维修起来非常困难。因为地暖不同于明装暖气片，出现漏水情况会及时发现，换个管件也比较省事。但地暖复杂，需要专业师傅上门维修，而且过程中还需要撬开地面的地板或瓷砖，维修费用也高。再来说维护问题，地暖质量再好，使用几年后，里面的管道也会沉积水垢和泥沙，如果不用专业设备清洗，取暖效果也大打折扣，而且还会降低地暖的使用寿命，这在无形之间又增加了不少的成本。4. 空气干燥，地面灰尘大。
地暖还有一点让人难以接受，就是空气过于干燥，同时家里的灰尘也变得很大。因为地暖一开，属于下沉式气流，不断升温的过程中会让房间变得干燥，同时地面的灰尘和细菌也比较活跃。室内灰尘太多，不仅会增加日常家务量，而且对人们的呼吸道也有着健康影响。所以你会发现，为什么老一辈人更愿意选择传统的暖气片取暖，无外乎是想从根本上杜绝地暖带来的这些麻烦。5. 综合成本费用太高。地暖虽说舒适，更节省空间，但它的成本造价也是相当的高。它的造价不仅是壁挂炉、保温板、管道、分水器这些基础材料，还要加上施工费用，价格自然不会很低。就拿100平米的房子举例，通常安装水地暖的综合成本至少在2-3万左右。当然，这个价格一般还只能选择国产壁挂炉，如果选择进口品牌冷凝炉，费用比这还要高。此外，水地暖每个月的燃气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来自重庆的网友琪琪爸分享说，我家地暖100平左右，平时都开20或者21度，平均一个月要用800到1000元左右的燃气费，真让人痛不欲生。有人会问，那我安装电地暖是不是会省钱？浙江网友一两风说，我家是电暖，套内面积120平，日常开20至22度，电费3000元一个月。所以说，很多家庭之所以不愿意选择地暖，也多数是因为考虑到它的综合成本太高，才被迫放弃的。综上来看，大家不难发现，虽说地暖舒适性高，装修美观，更利于摆放家具，但地暖对实木家具损伤大，不利于维修维护，也是不争的事实。而且综合成本费用也很高，是安装暖气片的好几倍。这些实打实的缺陷，也最终导致了地暖慢慢的跌下神坛，不受待见了。那么最后也想问问大家，你觉得地暖这种方式好不好？你们家里采用的是哪种取暖方式呢？